Hello，大家好，我是建哥。那很多观众朋友会问我自己是用的什么笔记本呢？机缘巧合呢，我近2台的都是 ThinkPad 的 X1 系列，一台是18年的 ThinkPad X1 Extreme G1，一台是 ThinkPad X1 Carbon 2024。那当时呢选择 X1 Carbon 就是觉得它是自带流量卡的，外出用比较方便。那首发呢还送了一个终身的免流量的服务。转眼呢，今年呢也更新到了ThinkPad X1 Carbon Our AI 2026呢是 Ultra 7 356H 加32G 加1T 的版本，我们来看一看到底如何吧。X1 Carbon 今年的指向基本是正方形的，带一个提手，拆开呢就是环保的可降解的礼盒内包装与电源。按照约定呢，原装的电源升级到了线材可拆分的65瓦的小巧两脚单环夹，联想诚不我欺啊！笔电通体纯黑配色，厚14.3毫米，重量1.02公斤。算上电源和线材的旅行重量是1.17公斤。后续呢还会上市非 LT 的版本，那个裸机更轻啊，就只有984克。门面担当的 A 面呢依然是航空级的碳纤维材质，喷漆处理后手感温润，对比小黑家族中的其他下位型号呢差异明显，一摸就能摸得出来。大家不妨到线下店感受一下。机身两侧呢一共有3CEA， 共计4个 USB 口，另有18G 的 HDMI 2.1和3.5毫米的耳机耳麦2合1接口。3个 USB-C 都是满规格的 Thunderbolt 4 40G， 支持充电，而且分布在左右两侧，用起来是明显方便多了。充电线呢也能换成短的。此外呢，5安大小的30瓦 P 电源呢也能给 X1 Carbon 充电，进一步压缩了旅行重量和尺寸。X1 Carbon 的视觉上呢虽然没有复杂的设计，但是左上角斜切过去的 ThinkPad X 的 logo一入画，立场就展开了啊！这就是长久传承的品牌力量。等到开机后呢，小红点呼吸灯亮起来，哦，我要的就是这个。握住 A 面上边缘正中的装饰条呢，单手即可轻松看干。作为商务本呢，180度的开合是机操了，可以良好的适配高剖度的便携支架。哪怕在无固定工位的外勤或差旅场景中呢，也能保持相对舒适的人体工学。点亮 B 面的屏幕，这是一块14英寸2880×1800分辨率的120赫兹的 OLED 面板，支持 VIR， 支持硬件低蓝光，通过了 iSafe 认证。镜面屏的光感通透，同时搭载了3旁技术，克服了照镜子问题。论及素质呢，100%DCI-P3 高色域 HDR True Black 600，杜比 Vision 一应俱全。我们有用仪器做的验证呢，实测色域容积118.6 P3， 色域覆盖99.6的 P3。色准方面呢，它自带了一个校测文件，以 Display P3 为参考，平均德塔 E 0.32，最大德塔 E 0.97，色准表现优秀。屏幕最大的亮度超过了500尼特 ，HDR 下的局部亮度呢直逼1001尼特。屏幕上方的摄像头标配物理开关，可以保护隐私。配合红外摄像头，暗光调下呢也能够支持人脸解锁。在不方便人脸解锁的场合呢，还能换用键盘区右上角的电源指纹2合1模块。机身的 CD 面呢使用了镁铝合金来减重，这也是984克的奥秘之一。通过喷漆工艺与 AB 面保持了颜色一致，触感也是相当的接近。C 面延伸到了侧面为止，中间这圈清晰的轮廓呢暗示了这代全新设计的机身结构。不按关子直接拆。拧松地面4颗十字螺丝，上面2颗拧松后的地可能会被微微顶起，从撑开的缝隙处发力即可接下。拧松3颗固定电池的螺丝，小心的从电池与主板相接的那一侧抬起即可取下电池。接着挑开连接到主板的2条键盘排线，一条连接到 USB 子板的指纹排线，一条连接到触控板的排线后呢，就可以拧松6颗固定键盘螺丝了。此时呢，就可以把机器翻过来取下磁吸固定的键盘部分了。这个两面包加芝士的结构呢，明显是不同于 C 面包住主板的传统轻薄本，官方称之为 Space Frame 新轨架构。全新的设计呢，可以提升机身的刚性，增强防跌落能力。哪怕不配防火架呢，也能通过 MIL-STD810H 的认证，那确实是动脑筋了。通过镂空设计，释放了18%的主板空间的同时呢，终于腾出了更大的空间来放散热模组了。特别是左边的这只风扇，肉眼可见比以前代要大很多了。实测30分钟的 IPU 单烤后呢，最终可以稳定
定在30瓦的功耗，相比于前代25瓦进步了20%。此时 CPU 温度80度左右，机身外表面呢这个地方在转轴处，整个键盘区的温度呢都比较理想，噪音也压得比较低。X1 Carbon 266的结构中呢还有更多的巧思，我们回看拆掉了键盘的 C 面，可以看到连接的主板 USB 子板的排线。因为放在了子板的上面嘛，所以说机身右侧的 C 口如果发生损坏是非常容易更换的。但注意看到拧掉了机身左侧 C 口上的2颗固定螺丝，小心向上抬起即可取下接口模组，左侧2个 C 口都能取下。那这个含金量就非常高了啊！众所周知呢 ，Type C 接口因为针脚多、体积小是比较容易坏的啊，特别是容易出现部分功能异常，比如数据还能传，但是充不了电。或者反过来啊，我们是觉得方便替换的 Type C 模块怎么吹都不为过，也难怪呢 X1 Carbon 266能在速来挑剔的 iFixit 的认证中呢拿下9分的好成绩。在 X1 Carbon 的 BIOS 中呢，也有几个方便用户维护电脑的小功能。看到这观众可能会纳闷，你这个怎么笔记本的 BIOS 画面还能被录屏啊？这代的新 bag 允许将 BIOS 画面输出到外屏，那跟着演示操作即可实现。大概应该都看过不少折腾无头骑士的教程，那这些内屏挂的笔电进入系统后，装完显卡驱动呢，虽然可以正常的输出外屏，但是为了装上系统和驱动呢，那总有几步跳不过去的盲操。但是我们这个新 pad 就不一样了，内屏损坏不方便维修时候呢，也能放心用外屏顶上，不损失任何功能。我们还可以打开 UEFI WiFi Network Boot 和 Restore Windows from Cloud 2个功能呢。保存重启后呢 ，F12进入启动菜单之后呢，就能够直接在 BIOS 里面连接无线网去重装系统了。别误会啊 ，X1 Carbon 266的软硬件可维护性主要是为愿意动手或是着急使用的用户提供便利啊。顶级商务本的尊享服务还是都在的，全球联保上门服务，400的电话高端热线，7224小响应啊，用过的都说好。那这颗16和16键的处理器呢，可以为日常使用保驾护航。那它 CPU 部分是基本等同于酷睿 Ultra X7 358H 的，因此我们找了台同样目前不能说型号的 358H 笔记本作为陪跑测试。在3个反馈日常流畅度的浏览器测中呢 ，X1 Carbon 266的这颗30瓦的酷睿 Ultra 7 356H 的成绩基本上是接近于45瓦功耗的 Ultra X7 358H 的。联想选择这个 TDP 呢还是比较恰当的。那实际上呢，如果说检查 IPU 的考级过程呢，就会发现这颗 356H 经常会去冲破30瓦的功耗墙，但是风扇呢绝不加速，静待 CPU 去撞95的温度墙之后呢，就回落到30瓦。看来 X1 Carbon 还是为了压低风扇转速，主动放弃了更高的 TDP。当然呢，如果说你非要给一个1公斤的超级本去跑分，那个数据也有啊。那测试项目涵盖了3D 渲染、视频转码、科学计算，大家就自行暂停观看吧。在这些负载更长更重的测试中呢，30瓦的 356H 的性能表现为45瓦 358H 的70%到90%左右啊，看起来多个10瓦的功耗还是有些用的啊。有请最后压轴的源码编译测试，已知 1TB 的固态是三星的 PM9C1B PCIe 4.0/4的规格啊，性能很棒。那看来编译的瓶颈还在 CPU 上。Ultra 7 356H 虽然说看了有16核，但是超级本的功耗基数终究是不高的。那加个10瓦也只是把 Chromium 的编译从5.5小时缩短到了4小时啊，编译速度还是不可接受。此外呢，相比 Ultra X7 358H 内置的 B390，Ultra 7 356H 核响也明显更弱。那哪怕32G 的 LPDDR5X 8533的百代内存跑分很强劲，那最终的核显性能也只是平平。所以说游戏就不测了啊，测就等于反向宣传。那后期 X7 Carbon 是可以选配最高 Ultra X7 358H 加上64G 的 LPDDR5X 9600的这个皇帝版，就是有耐心的朋友可以看一看。总之呢 ，X1 Carbon 的主场呢还是在文字办公这方面，它的纯实力简直强大。键盘是1.5毫米键程的，标配了多段背光，直观感受呢是按键偏软，触发轻松，长时间的打字呢也不会疲劳，而且键盘布局优秀啊，独立的配置 Up、Down 键呢，右 Ctrl 键都有啊，搓快捷键呢就更自由也更方便。该周不说呢，哪怕新时代的玩家普遍更喜欢触摸板，那新版的也仍然在坚持优化改进小红点与3键啊，真是难能可贵。X1 Carbon 266的小红点呢，目前用下来还是没有遇到过漂移，3键的点击手感呢也更接近于导电胶而非锅仔片。体验还是很棒的。如果呢对小红点与3键不感冒，那 X1 Carbon 266的触控板也很不错，玻璃材质，触感丝滑，还可以价钱去选配压感的触控板。那用这套外设去搞文字办公呢，我只能说 I can do this all day。这个 all day 可不是说说而已。X1 Carbon 266用的是
58瓦时的电池跑出了17小时20分钟的 PC Mark10续航啊，换热后呢是完全可以应付8小时和真实工作的。所谓超级本呢，就是要尽可能的集成所有的关键特性，不受外物桎梏。所谓一本在手，天下我有。所以说不断电之外呢，不断连同样重要。X1 Carbon 266板载的是英特尔的 BE211的 WiFi 7网卡，支持 MLO， 更快更稳。此外呢 ，LTE 网卡这几代也一直没有缺席。虽然说平时感知不强，但是公共场所中呢，开就有网，脱离手机热点呢，也就能用机的踏实感啊，真不是少点一下热点开关就能概括的。联网呢不是终点，在英特尔处理器加英特尔无线网卡的生态架下呢，联想与英特尔是联合开发推出了一个无界互联的功能。手机或者平板上呢装好了联想的 Smart Connect 的程序，中文名是超级互联，品牌布线，安卓或者 iOS 系统都可以。接着在电脑上安装超级互联程序，通过扫码配对之后呢，即可以跨设备去分享文件，互相透屏了。到这里呢，还只是标配的互联功能，但是真正的无界互联呢，是拿手机在笔电屏幕左侧或右侧轻轻敲击，就能快速触发一个分享窗口啊，这里就可以下载手机相册里的图片和视频，都是原图原视频，没有压缩的。那这是少有的联想高端机型独享的 moment， 哦不。独享的功能。那新版 X1 Carbon 266呢，它不是一台参数收集者啊，也无意通过花哨设计去吸引目标，而选择在重量、结构、维修性、键盘外设、续航、静音、连接性这些地方去下功夫。你能明显感受到呢，这台机器从设计之初考虑的就不是跑分，而是用户长期工作、频繁出差、每天高强度的使用中呢会遇到的真实问题。而这种产品思路呢，其实才是新版的最难被替代的地方。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不知道你如果看到这台新版 X1 Carbon 266呢，要关注别忘点小蓝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 你们简单动态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新号长安哥 C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来黄河店铺长安国度数码，这里长安哥，我们下期见，拜拜。